我们刚从拉日高速上下来，这会儿已经基本上进入日喀则的市区了。它刚到市区这儿就有一个大型的雕塑，珠峰啊，珠穆朗玛峰。然后日喀则里面的很多路啊，都以珠峰命名的，什么珠峰东路、珠峰西路。珠峰在日喀则这里真是一个招牌啊！我们现在距离市区还有10公里左右。已经下了高速了，又重新的驶上了，快到318了。去看看吧，走，看多少钱？看瓜多少钱？这是当地产的瓜吗？你好。哇，这瓜好小啊！多少钱？我们自己种的西瓜，1斤7块。1斤7块，自己种的。对。哦。都是这么大的啊，没有大的了啊。1斤7块，这么贵？咱那儿多少钱？咱那儿便宜啊，8毛1块。哦，咱那儿便宜。走吧。不买点儿？不是，它那个皮有点就是不脆了，有点。西瓜多少钱？1斤7块。7块。嗯。甜不甜？这是你们家种的吗？是的。要买吗？这西瓜好小呀，没有大点的吗？这一个瓜有5斤哈。这是5斤不？是的，是5斤。那这一个瓜35哈。嗯。哦，5斤呢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日喀则的市区了。日喀则的城建挺好的，其实，而且车也比拉萨少多了。日喀则，西藏第2大城市，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边陲，与尼泊尔、不丹、印度等国接壤，面积18.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80万人。日喀则的藏文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。如果你在日喀则的辖区内旅行过，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日喀则地区是西藏水草最好的地方，雅鲁藏布江流经其间，这里有大规模养殖的牛羊，以及大范围种植的青稞和各种蔬菜。在日喀则，你甚至可以吃到水稻，这里号称西藏的粮仓。日喀则市区虽然没有很多高楼大厦，但是街道整洁干净，不管是新城区还是老城区，都是一副井井有序的样子。这里跟拉萨相比，游客非常的少，所以整个城区显得很安静。世界最高峰珠峰就在日喀则辖区内。日喀则的南面就是巍峨雄壮的喜马拉雅山脉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日喀则喜马拉雅南麓5大名沟被称为西藏小江南或西藏江南，其中著名的就是亚东、陈塘沟、吉隆沟等。这次我们将会探访这些隐藏在边境上的神秘小镇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西藏的第2大城市日喀则。日喀则的人口比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仅仅少了6万多吧。拉萨是86万，日喀则是80万整。我们俩今天从酒店出来吃饭了，但是发现全程停电了，只有主要的路口的红绿灯可能有发电机。我们现在去对面的那个老陕食府老陕饭庄，那是个总店，去那儿吃个饭。对，日喀则的太阳可真厉害啊！你穿这还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穿这个衣服啊，给我晒得疼。3900米是吧？对，我是口罩、防晒霜，还有长衣长裤。太阳太毒了。对，居然在喝冰峰。我俩在日喀则找到了一个3秦套餐，凉皮儿、肉夹馍、冰峰，我们陕西人最喜欢的3秦套餐。哇，这肉感觉好香啊！看。哦，我看，哇，好香呀！吃一口。面皮我刚吃了一口，味道挺好的啊。这个稍微有点少。哦，这是小份的。你想吃，明天可以要个大份的。好开心呀！肉夹馍。冰峰。再吃一个凉皮儿，太美了。它凉皮的味道还可以。对。
做的辣椒刚刚好。一般去别的地儿吃凉皮，感觉调的怪怪的，是吧？很奇怪的味道。有黄瓜，有豆芽，有面筋，挺好的了。面筋挺好的了，面筋跟咱那儿很像了，是吧？好吃。它这个冰峰啊，全部是那种大卡车从西安拉过来的。然后他们这边就拉萨日喀则林芝这边所有的陕西餐馆都有这个东西。他们这些餐厅，他们好像有一个群，就是每次把那个需求大家都报一下，统一那边拉，用车拉过来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单运的话超贵。我刚咬了口这个馍啊，哇，这个馍真的特别的香哈，跟我那边的味道一样了，就又焦又脆那种的。好吃。这个就是日喀则的现在的主城区，商场好多呀，什么都有。德克士，日喀则中心的一个位置了。对。刚刚我们俩在那儿还买存储卡了。对。买存储卡的时候呢，旁边就是那种卖数码的、电子的，什么都有。对。单反呀、手机啊，啥都有。我俩现在去买个奶茶去。是。你说那小孩甜筒都安排上了。这边晚上是个夜市，两排都是好吃的。我们现在准备离开日喀则了，正在开车出城。日喀则建设的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这些年发展真是特别快。我们第一次自驾来这是17年，当时的就找了一个还不错的酒店，都很一般。而且当时的它市区的规模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哈，现在整个日喀则等于往外扩了好多圈儿。来到日喀则，不能不看的就是日喀则的地标性建筑桑珠孜宗堡。这座宏伟的山巅宫堡建筑建在日喀则的宗山上，人称日喀则小布达拉宫。该建筑建于1360年，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在桑珠孜宗堡下还发现了一个全是藏族同胞的市场。这个市场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，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，有的老物件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历史。今天狒狒和文涛带你转转这个存在了几百年的西藏杂货市场，挺好，还有个市场。哇，你看这个宫殿，对，跟布达拉宫的造型特别像。是，而且这个是要早于布达拉宫的。这个是当时武士在这里坐床了3个月，然后回拉萨之后修建了现在的布达拉宫。他当时肯定是仿照着这个的外形哈。这个叫桑珠孜宗堡，年代也比较久了，有600-700年了。这个，它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哈，都是当地人，对吧？对，这块完全没有开发，而且上面你就不能上去。这就是以前呢，他们的像历代的领导，还有那个什么高僧在上面的。我们只能从下面仰望，就根本不可能上去。对，也是建在山上的哈。对，这边现在在卖好多这种民族的特产。对，看一看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那个好像这是什么呀？这青稞煮。青稞啊。这是吃的。青稞饼。多少钱？啊，这么贵，比我们烧饼都贵。我们烧饼才2块。哇，好多尼泊尔东西啊，感觉。这青稞饼是可以吃的吗？15。这个15。这可以吃的。我不吃。我不吃。可以尝一点吗？4块。我能尝一点吗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30呢。这是金的吗？不是。不是金的，金的现在36。哈哈。那这是啥？那个红土。红土，还有戒指呢。戒指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不要那个。挺漂亮。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多少钱？ 20呢。
有，你拿个绿松的戒指呗，绿松石的戒指。绿松啊，老板有绿松石的戒指吗？这个戒指。说这个啊，这种的，有没有银的？金的感觉有点儿，哎，挺好看的，比金的好看。我看看，有点紧。我看看，挺漂亮的。多少钱，老板？这个那个30嘛，这么贵？那你给这多少嘛？不给是的。我再看一下，再挑一个，这个感觉有点小。它是吊坠吧？这样个几呀？这不知道往啥上面弄的，反正不是戒指。是吗？这是有一个孔，可以穿着挂脖子上，是吧？还有卖麻将的，这麻将跟我们那儿长得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这是西藏的麻将，它没有字儿，哦它只有饼，哦，这样子的，就一种。他们这个是不是桥牌啊？不知道。其实我也分不清，但是它不是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的麻将，嗯，这个不是还有铜钱呢，骰子，还有金片儿呢。这是五金。你看这咦，个，这是什么？哪个年代的？这都是淘宝的乾隆，淘宝的。乾隆年间的，还有嘉庆通宝呢，嘉庆年间。哇，这个早了，顺治通宝。这什么都有。这个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是什么木的？木头？我看看，不知你再道。拿一个。哎，大一点的。柏树的吗？这是尼泊尔的吗？西藏的哈。哦，咱们在吉隆，不是在普兰尼泊尔木碗一个卖300-500呢。500，嗯，还有3000的呢。还有木头做的水瓢，对，挺精致的。我觉得这个盒子好看。对呀、哇，这里面还有佛呢！天哪，佛光普照，看嗯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不卖。哇，好，这种好古老的转经筒啊！老板，这都是老东西哈，人没有啊？看一下呗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这儿的感觉都好几百年历史了，你看着，对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几个木头盒子好漂亮呀。，对，让他买2个就好了。里面还有佛呢。看，天哪，好漂亮，好精致啊！这个，对，看这个海螺做的，天哪，好有意思啊！这个是没有哎。小市场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装那个胭脂盒，嗯，胭脂盒，好像是啊。就胭脂盒好。精致，这有点脏。这是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感觉都好神奇啊，都没见过啊。没有钱，这里没有钱，啊？这里没有粮食。哎，哪个？这个啊？这是干嘛的？这个？袋子对吧？哦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个这边青稞酒，啊，泡青稞酒的。青稞酒泡，哦，泡酒泡，哦，泡在青稞酒里面啊。青稞酒泡才能。这个也一样的啊。这个一样，这是青稞做的吗？做酒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啊，这我听不懂，这是干嘛的，大哥？青稞酒，青稞酒，青稞酒一点点的。吃的是吧？哦，哦，蘸着青稞酒吃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转一圈买了一个这个，这市场挺好玩的。这个是泡青稞酒吃的，然后这市场都是当地人在这边买东西的，各种都有，好像是小商品市场一样。离开了美丽的日喀则，我们向地处中国、印度、不丹边境的亚东驶去。今天我们将会途经日喀则的江孜县，在这里有一个英雄的故事等着我们前去探访。快到江孜的时候，看到草地上有一大群牛以及很多的放牛人，我们便上前聊聊天，也想看看这些藏族大哥是怎样放牛的。
因为他们太过热情，还请我们吃了很多的东西，这便成就了我们在西藏的第一次蹭饭之旅。我们马上到江孜了，然后这个天特别的奇怪哦，这边下雨在打雷，这边有晴天。狒狒看到好多当地人坐在这边，准备看看他们干什么。好多的牛啊！那边的雷打得好大声音呀！哦，去打雷呢。每个人给自己家放的。哦，你家有几头牛啊5个。5头。一头牛多少钱？他说啊，一头牛多少钱最好的1万多嘛。 ？1万多哦。是不是能挤奶那个牛？今年对，今年牛奶。对。说你们的牛1万多的牛是多少斤？啊1万多的牛多少斤就差不多这个嘛。就这么大这种。 500斤。哦，对。是500斤。这牛是卖呢还是自己吃？啊，卖还是自己吃？有些买，有些自己吃吧。哦。自己吃的话，是不是要找人专门来宰它？对。嗯。对。自己不能宰啊。不能宰，哦专门有人宰的。专门有人宰的。一个牛宰的时候给100块钱。哦，给人家师傅100块钱。哦，等于就是屠户哈，屠户哦。对，藏族这边不杀生。对。自己不杀。自己不杀。这草长得真好，你看这牛吃的整整齐齐的。嗯。你看它吃了一个扇形。我们刚从日喀则过来。哦。这地方属于江孜县。江孜对。哎，你们这边有没有蔬菜呀？种不种蔬菜？蔬菜有这边种的。哦，我看那个白朗县那边全种的蔬菜。对，白朗县。白朗县最大的吧？最大的蔬菜。这个西是最大的。哦，那你们平时买菜贵不贵？不贵吧？青菜多少钱？青菜2块3块。2、3块。哎，那很便宜啊。我们在拉萨看到5块钱。莴笋啊，那个花菜啊，这些4块吧。花菜4块。莴笋、花菜4块钱。挺便宜的。不贵，跟咱那差不多。辣椒冬天6、7块嘛。辣椒冬天6、7块。现在5块。现在5块。那冬天牛吃什么呀？冬天牛青稞草。青稞。青稞草。哦，就是把那个上面是青稞做成粮食，下面就给牛晒干吃了。对。那冬天吃的是干草，夏天吃的是新鲜的草。大叔，你们这儿是这种黄牛，不是牦牛哈？不是牦牛。哦，牦牛是都海拔多高？4000米以上。对。哦。牦牛没有这牛大啊。牦牛不好吃啊，没这个好吃。牦牛不好吃吗？黄牛好吃。牦牛筋道，牦牛还可以。黄牛香。那你们这边女孩结婚的时候，是不是要100头牦牛当彩礼呀？没有啊。这要不要彩礼啊？要钱嘛。要钱啊。哦。大概多少钱呢？大概不到吧。啊？现在说1万多块钱。才1万多块钱啊？挺好的，都1万。那你们藏族这边女孩愿不愿意嫁给我们汉族小伙呀？有些有嘛，有些没嘛。有些愿意。就是他们自己谈哈，人家愿意就可以啊。哦。藏族女儿去了那个汉族那边去了很多嘛。就有的嫁到内地去了。要嫁上去了好多，我们村里起码有7、8个小女儿。他们嫁到哪里了？哪儿都有。四川。你好。自由船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哇，还有吃的呢。公看上。公看上，我坐一下。你坐不坐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干枣啥都有，还有糖呢。吃个糖。啊，谢谢。哇，好多啊！我吃个这个，这是奶哈。牛啊。这是奶是吧？奶渣吧。奶渣。奶渣。他把那个奶煮完，上面那层做酥油茶了。哦。应该剩下奶渣。好多牛啊！你尝一点。好。我们在拉萨待了1个月了。洋芋。小土豆。哦，好的，我拍个照。
哇，洋芋啊，这是。你多大了？很小。谢谢叔叔啊。我们之前在尼玛那边那个村子哈，我们住了2天嘛，他们跟我们讲说他们的那个什么彩礼要100头牦牛呢，说他说的是有的有钱人哦多一些，哦，是有是是，些也是说有的女孩还给男孩家给牦牛呢。对，有这种。人家说的是，主要是看结婚后去谁家过。哦，对，谁家过？对。有的在女方家生活，男的就要带点东西过来。看这个牛在叫，为什么在叫？这些牛全部都在叫，因为它们已经吃完草了。现在太阳快落山了，它们要回家了。哇，都要回家了。我们青稞酒也有了，青稞酒也有，哈哈哈。你看这个牛着急的，准备收摊了，叔叔。叔叔不让你吃是吧？叔叔不让你吃了是吧？不是。叔叔他们这个牛已经准备闹着要回家了。你看这牛有生物钟的，一到下午6点了，你看停止吃草了，全在着急的转圈。对，叔叔手散了已经。他想走呢。我要回家。